嗨，你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会介绍一款用于画水滴的笔刷，用它画水滴非常方便。在我们一起制作好这个笔刷之后，我会用它来完成一个画水滴的过程。让我们一起开始探索吧。首先我们来制作笔刷，新建一个正方形的画布，然后将背景颜色调成黑色，然后在气笔修饰里选择软画笔，将不透明度和尺寸都调到最大，将笔刷的颜色调整为白色，在画布下边的中间位置轻轻地点2下，一定要轻，因为这些主要是笔刷的过渡颜色。接着再选择中等画笔，在画布下边缘的中间部分像这样画一个白点，然后将高斯模糊值调整到20%左右。使用选区工具选择矩形，像这样选择画布的中间部分，一个细的长条形，点击下方的拷贝并粘贴，这个图层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笔刷了。关掉上一个图层，然后我们再稍微加工一下这个笔刷，使用橡皮选择软画笔，将笔刷的上半部分再轻轻地擦淡一些，保留最下方是最亮的部分，然后3指下滑选择拷贝。我们新建一个画布，点击笔刷，点击加号新建一个笔刷，选择形状，编辑，导入，粘贴刚才拷贝的图案。我们可以画一画，看看当前是什么样的。将触控属性中的旋转调整到最右边，这样笔刷就会一直垂直于下笔的轨迹。找到描边路径，将间距调到最小，这样笔刷就会更密集一些。然后在稳定性下，将流线和稳定性都调到30%左右，这样笔刷的轨迹就会更稳定。再点击颗粒，选择编辑，导入，选择圆库，向下滑动找到 Gouache Wash To 这个纹理，意思是水粉清洗，选择纹理画，这样笔刷就更有水彩的质感。此时的笔刷根据下笔的轻重有深浅的变化。在我画水珠轮廓的时候，我希望整个轮廓都能有同样的颜色，不希望下笔的压力影响轮廓的深浅程度。所以我在 Apple Pencil 选项里将压力下的不透明度调整为0，这样下笔的压力就不会影响笔迹的深浅了。在画布上试一试。我的软件这里有一个小 bug， 笔刷的方向完全是沿着下笔的轨迹的，这和在刚才绘图板上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的软件有这个问题。不过可以在形状中找到这个调整角度的圆圈，拖拽着绿色的小点，让它旋转90度。这个时候虽然在右侧绘图板上的效果和我们想的不一样，但是在画布上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了。这个笔刷主要的特征就是有一个边是硬的，另一个边是软的，这种特性就让它很适合画水珠、气泡或者花瓣这些物品。在这期视频中，我主要用它来画水滴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片头中那些水滴是如何画的。新建一个图层，选择深蓝色画水珠的轮廓。如果轮廓画得不圆润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之后还可以修改它。重要的是让轮廓闭合起来。画好之后复制当前图层，选择下面的图层，然后点击选区工具，选择自动选项，在水滴之外的区域点一下，然后选择反选，这样就把水滴勾选出来了。点击颜色填充，然后将颜色调整为白色。
将该图层进行阿尔法锁定，然后它上面的图层选择剪辑蒙版，这样在之后的绘制过程中就不会把颜色涂到轮廓之外了。如果你想进一步修改水滴的轮廓，那么可以选择最下面的图层，使用橡皮对轮廓进行精修。这里我用到的是琢磨下的工作室笔刷，对轮廓中不圆润的地方适当擦除，然后回到主图层，选择琢磨下的听和笔刷，将颜色调整为蓝色，透明度调到中间，来为水滴的上半部分画上颜色。画好后，将不透明度调大，笔刷尺寸调小，对水滴最上面的边缘进行加深处理，然后点击涂抹工具，选择水下面的清洗笔刷，对水滴进行涂抹，让整体颜色的分布是上深下浅。如果觉得上面不够深的话，可以重复使用听盒进行上色，然后再涂抹。这个过程可以重复多次，直到画满意为止。我这里进行了加速处理。在进行涂抹操作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将水滴的下半部分增亮处理。使用橡皮，同样选择清洗笔刷，将水滴的下半部分减淡，让水滴越往下越亮，靠近下方边缘的地方最亮。擦除后也可以适当涂抹，让整体颜色分布的均匀一些。我们新建一个图层来画水滴的反光，使用工作室笔刷，选择白色，在水滴的上部分贴着边缘画一道线，然后我们再画水滴的影子。新建一个图层，放到所有图层的下面，使用听盒降低透明度，沿着水滴的边缘画一个曲线，可以使用选择工具调整阴影的位置。这样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滴就画好了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你能有所收获。我会把视频中涉及到的笔刷放到评论区，有任何建议也欢迎留言分享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